今天跟大家一起去中巴鲁，走访新加坡的历史老街区，寻美食，看建筑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看我今天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因为我今天不是要去送外卖，今天呢我是要骑车去中巴鲁。现在我是在 Lakeside，现在是大概快10点左右。我去到 Timaru 大概需要20公里吧。等一下见喽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喜欢用骑行或徒步的方式去认识一个城市。虽然在新加坡生活多年，因为公共交通的便利，平时很少有机会慢慢地感受这个城市的街道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赶路，急急忙忙地走，在走的过程中也会忘记很多东西。如果有时间，找一个好天气，尝试用慢一点的方式去到一个地方，把匆忙卸下来，仔细看看平时被遗忘的东西。终于快到 Timaru 地铁站了，估计多一个10多分钟就可以到 Timaru Market。来到中巴鲁地铁站，只要跟着路旁的老树，就能找到我们今天要探访的老街区。经过时代的变迁，中巴鲁附近老屋变新屋，这些比我年纪还大的老树默默承担起了向导的工作。看到对面的5层祖屋，就来到了中巴鲁老街区。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公共住宅区， Art Deco 的建筑风格保留着旧时本土特色。我真的是高估我自己了，我还以为我可以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才骑到，我现在骑了1个小时，现在是11点，我大概是10点左右出的门。看我身后就是 Timaru Market， 现在我要去这里吃个早饭，我真的好饿，我早上什么都没吃。这座2层楼的巴莎是2006年5月建成。别看中巴鲁市场现在看起来很新，它可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。是新加坡第一个建于住宅区的现代化市场。虾面好想吃，但是好多人排队哦。我现在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先走一圈。炒粿条，听说这里的炒粿条也蛮好吃的。中巴鲁市场以前只是一个菜市场，后来增设了2层的熟食中心，把附近的流动小贩集中在了一起。里面可是隐藏着许多几十年的老字号，像是卤面、炒粿条、福建虾面、蚝煎、云吞面、豆花、甜品等等。如果想要吃本地美食，来这里一定不怕踩雷。Hello， 有没有豆花水不要糖啊？冰的可以，多少一杯？好的。你们在这里开店多久啦？你爸爸做多久？他自己本身他就做34年了。哇，34年。24年到现在，85年，到现在，35。哇！然后还有之前还有帮爸爸在外面那边。他的是老店。他帮忙。哦，OK，他自己接手是80年开始。老板娘告诉我，她先生接手父亲的档口已经35年了。早期新巴莎还没建好，小摊贩们在附近的 King Pong Road 临时巴莎营业了2年。好热心的老板娘，跟我聊了一会儿天。我现在要继续寻找我的食物。
我都忘记了戴口罩，还想喝这个，好渴。我走了一圈，我决定我要吃卤面。所以这家卤面有好多人排队哦，你们看，隐藏在角落的卤面店，依然好多人排队。哇，看不到头的队伍。他看到我在一个巷子里排队，这个队伍已经排到了这个巷子里。Hello。安哥，听说这附近是新加坡最老的公屋区，对吗？就是第一个建成的。多马路很久了。对。3楼而已，这个以前差不多有100年了。几百年？70多年。70多年哦！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多少年？60年了，60年。60年？你小的时候就在这里了？啊，对啊。哦。这边有那边的不止，以前在地下室的。地下室。航空河。哦，好像我听说附近有一个庙，齐天大圣庙。哦，在那边。在那边啊，听说是很久了，100年了。100年了，因为我是听说，大家都是拜观音、拜菩萨，然后这个是拜齐天大圣、拜孙悟空。他是这边的齐天大圣是这边发源地啊，第一间嘛，在这边。东南亚第一间。没有，新加坡。新加坡第一间。安哥说，这间卤面店开了有60多年了，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店。热心的安哥邀请我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拼桌聊天。加蒜很好吃哦。一碗好吃的螺米，重点在它的卤汁，配上这个碱面，还有加点蒜和醋。安哥，你在这里开多久啦？我好久了，我在这一次开60多年了哦。60多年啊？哦。从金邦都开始煮吗？那个冰面，安哥不知道。你从以前这个旧的巴沙就在这里开啊？啊，就在这边开的哦。哇！1968年就巴沙起，我们就搬进来了。1968年 ，before that 是 pushcart 啊。所以之前你是推着车卖粥啊？在金邦而已嘛，现在是变成公寓了。60多年呢。60多年啊！1956年我爸爸上，我的老爷我老爸上嘞。以前保哪年毕业？我以前那个有贵啊，回罗毕业啊，小弟啊，那个在眼镜山买面包那个。啊，那个就是那个。好了，那个跟我读一样的咯。也是读城毕业的城堡，我们是60。我是5年，跟我一样。差不多啊。65年小学毕业。我跟你一样的班。同班啊，这里还有毛风波、毛风豪，你把它用。那个也是老陈，包括他找我店。你们是同学啊？啊，我们是小学同学。哇，小学同学哦，几十年啊，60多年。啊。小的时候一起长大吗？差不多60年了。哇。小学8岁没有办法，时间过很快。你不要看哎，说什么日月如梭啊，哇，真的是很快。他老爸以前在楼下买的。哦。所以这间粥店以前是你父亲开的，然后你继承它。哦，那你没有想要去做别的吗？就是要继承粥店。因为以前做这个小贩会赚钱嘛。哦，蛮赚钱的。现在呢？现在输了，现在太多人做了。听到安哥们聊起儿时回忆，60多年的老友和街坊邻居，不免有点羡慕他们。想想我们这一代。为了读书和工作辗转多个城市，很少有像这样几十年的友谊，儿时玩伴也大多不怎么联系了。现在我们也是可以搬进卖，我们也是差不多退休了嘛。那以后你会想要你的孩子也继承吗？我孩子不做工了，不要给他们教出来都不要帮他们。那以后如果你不做的话，这个粥店就关掉了。哦，就可能转租给别人。看有没有人要租，他政府允许不允许哦？哦。
也是挺难的哦。政府不鼓励吗？为什么嘞？他不给我们请工人，不可以请外劳，新加坡人又不做，哦，你要怎么去做？所以你们不可以请外国人。没有外劳了，全部自己人在做的，对两公婆在做的。那我有看到有一些地方有请外劳，哎，是为什么？你看啊，小贩中心就不可以，咖啡店可以，做饭可以 OK 小贩中心不可以。我第一次听过。你看这边一个外劳的，所以政府政策是很多，我们给他弄到也是头晕晕的，算了了。我这个资料直接变掉。那他们没有扶持你们吗？啊？好像鼓励你们，因为这是很久几十年的老店了吗？没有。他是口讲的呀，政府是讲一套做一套的。现在他鼓励年轻人去来做，那年轻人做不起吗？太累了，太辛苦。很累，他不了解的，因为他们那个部长全部都是读书出来的，不了解我们这种低层的工作，他不了解的，真的不了解的。这里以前就是“中”就是坟地的意思啊，马来话“中”是坟墓啊，以前是坟墓来的。哦 ，OK。后来他们就变成越来越多人这边居住在地方卖吃啊，变成一个小小的市集。后来又变成盖了一些沙泥板啊、木板，这样做了一个小大厦这样咯。然后政府整个就是来这边买卖一点生意，然后政府就后来就把我们建立一种小贩中心，把我们迁进去哦，这个大厦来的以前。哦，所以以前是大家推着那个小推车在卖，一个小推车跟那些小摊位啊，一些板各成的一个市集这样的，比较简单的。后来1968年政府建了一个小贩中心，那时候开始把我们全部在街边的小贩全部推进去这边咯。你们家也是在里面啊？然后就容易控制嘛，又比较卫生啊，又有椅子坐这样咯。就是这样了，然后就到了2004年又重新拆掉，搬进到现在这个样子哦。你觉得拆掉重新建好吗？对你们有没有好处？对小贩来说，当然是看起来是地方大了、干净的，但是好处可是摊位也多了。因为以前有一个卖菜的巴萨，里面也是有小贩，然后外面就是一个小贩中心，但是在2004年以前，那边那个巴萨里面卖的是早餐。下午他们就全部收了，就跟着巴萨卖鸡巴、卖猪肉这样，时间到就收。那个小贩中心只是做晚上生意 ，OK， 你明白吗？所以大家都是有他生意，早上有顾客，我们晚上我们的顾客。后来这个建起来之后又混在一起嘛，所以有些人就比较多了啦，就是比较多选择了。就是人也是相对来讲多一点，会多一点啦，可是因为好像是重复卖东西比较多，好像是果然就很多摊这样。哦，也是。那这个租金你们有涨吗？好像比起以前来讲，政府就是这样，他说这个小贩中心是政府津贴的，说租金很便宜，第一代租金还300-400块。那么当你第一代不做，你转给第二代，他就另外涨租金了，你明白吗？他是这样的，第一代说津贴，第二代就没有津贴，不过还是比外面市场便宜，因为外面咖啡店租他们都要4-5千块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不懂呀，这么贵。呀，因为他现在是政府现在已经是觉得很吃亏啊，他要津贴我们这个东西嘛，所以他就让我们请外劳。然后这个小贩就是给你们家里2公婆做这样而已，你要请新加坡人可以。你觉得Tiong Bahru这附近环境跟以前比变化有没有很大？变化说大也是很大了，说不大也是一般哦，因为它只是翻新的东西比较新式的建筑，然后可是从60年代开始，很多老人就逐渐在了嘛，新一代人都移出去了，搬出去结婚就搬出去拿房子啊，搬出去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剩下来都是一些还没有过世的老人，要的是60-70岁的人，这也是台湾来的。我口音有点像啊。谢谢安哥，超级热情。记得华园粥品店，如果有来这里的话，可以来吃吃看哦。好，走啦，安哥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安哥们在中巴鲁住了一辈子，与这里的建筑一并写入历史里。
他们的回忆里有儿时的玩伴，也有老街区曾经的繁华。这里的每个街道也许都是他们童年玩耍过的地方。同样的地方，不同的时代，许多年以后，麦州的安哥可能不再开档，他们也许会每天来到小贩中心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喝咖啡。日子就像墙上的日历般，一页一页翻篇。探访中巴鲁老社区的行程并未终止，下一集我将走进施巴沙和老街区，去听一听那里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